3个月减肥10公斤算什么水平啊？那如果说我减下来的原因是因为测试这些 AI 眼镜的佩戴稳定性跑出来的，你会信吗？当然，减过肥的朋友都知道，运动只是一个方面啊，控制我们的口腹之欲更是关键。手头这些 AI 眼镜，我戴着跑了很多次之后，我感觉最适合运动佩戴的就是 Break Up 超引擎4合1 AI 运动眼镜。实话说，我第一次看到这个 Break Up AI 运动眼镜啊，这个产品形态，我心里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波澜的。那毕竟之前我戴显示的 AI 眼镜，我也试了差不多5款产品了。但是当我在国庆节就深度使用了之后，发现 Break Up AI 运动眼镜的确是现阶段骑行啊、跑步啊、登山这些户外运动的智能眼镜的好搭档。首先 ，Break Up 超引擎 AI 运动眼镜作为一款运动风镜啊，佩戴舒适度跟稳定性是最重要的。我先直观的来对比一下目前市面上用于骑行的3种眼镜啊。首先就是定位上更激进的带显示的骑行 AI 眼镜。骑乘了显示之后，无论是它的外观大小还是重量，都要大上不少。但我个人是坚持认为，就带显示的智能眼镜会是一个终极的形态啊。只是现阶段带显示的技术落地产品，只能算是科技极客的一个尝鲜品，还达不到消费电子品的一些普及水准啊。所以这也是 Break Up 超引擎 AI 运动眼镜的一个定位的由来，它就克制的科技点，就包括拍摄啊、听歌啊、对讲啊。赋予到就细分的运动风镜的场景下，交出的产品整个外观跟我手头这台奥克利的风镜的体型对比啊，已经非常接近了。但如果说是像这一类普通的运动风镜啊，你除了手机之外啊，还需要去另配运动相机啊、蓝牙耳机啊、对讲机这些功能性的设备，对于运动出门人群追求极简化、轻量化需求是相违背的。而且戴过上述设备的朋友也知道，使用它们是比较有割裂感的，会影响整个畅快淋漓的运动过程啊。这样整套携带带来的那种获得感是不足的，所以很多时候出门运动往往不会带齐这些装备了。现在我们只要一个 Break Up 超引擎 AI 运动眼镜，就带一个就够了。不管到时候会不会用到拍摄啊，或者对讲或者听歌这些需求，那至少都是随时备着的。偶尔我们心血来潮遇到什么特别好的风景啊，去创作的需求也是不担心的。而且我们拍摄的第一视角的这种镜头语言，很适合分享到各个社交媒体上。而对于第3类这种外观更日常化的 AI 眼镜，骑行跑步的时候当然也不是不可以戴啊，肯定是不能满足基础的这种运动分镜功能，而且软件功能上也是达不到骑行的一个定制的能力。特别是我后续也会提到 Break Up 骑行眼镜本身及周边的配件一些小细节设计啊，就非常到位。除了体型跟重量上更接近普通的运动风镜外， Break Up 运动眼镜整个佩戴体验也是最接近的。它的隐藏式的铰链对外就更友好，看着更整体啊，跟普通的运动风镜一样。夹磁力的调节范围是不大的，主要利用的就是镜框自身包括镜腿材质的弹性啊，来实现夹磁力。我的头型条件下，在国庆期间每天我有佩戴着它去进行各项运动啊，包括自行车骑行啊、跑步啊、登山啊，还有摩托车骑行啊，也包括在开车的时候也是带着它就做行车记录仪啊。长时间使用下来，唯一感受就是鼻托如果是再稍微软一些啊，就更完美了。那鼻托呢，它是一个3轴可调节的左右开合大小，包括前后的进深啊，再包括鼻托的贴合我们鼻子的一定的斜的角度啊，都是可以调节后就更服帖的。我买的就是这个黑红的配色啊，非常骚气。其他的还有白色镜框款，作为通用运动防风镜外形，即便我们去当一个普通墨镜，像我现在这样出街啊，也不会引起过多的关注啊。那镜片是有镀膜的 UV400的防紫外线运动镜片，而且它可以增强我们的视觉对比啊，本身也是疏油疏水，包括防反射的能力，白天户外骑行的防护能力是足够的。那这款镜片我甚至夜跑的时候我也是带着它的，对于城市跑步的时候，我们路上有一些汽车远光灯，戴了之后会对这个远光灯有柔和的能力啊。当然，它本身对光是有消减的。如果说你是没有路灯的这种野外的跑步啊，或者说夜骑啊，我觉得还是不建议的。我也是周边就路灯条件良好的情况下去使用的。近视方案目前是通过附带的卡扣式的近视支架来实现，这个方法是相对来说是最实惠快捷的，稳定性也很不错。当然也可以通过定制分镜融合一片式啊，度数最高是1000度。包括这个外部镜片我可以换更多的功能性的，譬如说
更强遮光的日光晶片，随光线自动变色的光自变色款。我有注意到分镜片的两眼上方位置和镜框之间是有镂空的，这对于改善起雾会有效果，也算是 BrickUp 的一个小匠心了。眉心的摄像头虽然很大但的确搭配运动风镜上就不突兀了，因为刚好这里本身就有一个鼻托这样一个结构，而且这个正中心的摄像头拍摄位置相对于左右两边的位置更自然一点。摄像头正上方的拍摄隐私灯也不是传统的一个点，而是一条横线，就很有辨识度。同样对于风镜来说，这种辨识度反而成为了类似于这种装饰灯条的那种所带来的酷炫感。摄像头采用的是索尼1600万像素120度广角的镜头，可以实现 1080p 30fps 的视频拍摄跟 4K 的照片拍摄能力。因为这颗光感芯片是横向布置的，所以视频照片默认都是横屏为主，当然也可以去拍摄竖屏的视频。画面呢是基于横屏进行了一个裁切为了兼顾不同车型带来的佩戴的视野角度的差异对于公路车专门给了一个更高视野的拍摄角度选项。那可以看到我同一个姿态下两个选项的角度差异我很好奇，这样操作会带来防抖效果上的差异吗？我们不妨来实测对比一下。目前这套索尼摄像头跟 W5 的 ISP 芯片这个组合拍摄数字对白天光线良好的运动场景的记录需求是够用的，包括把它下载下来之后用作手机朋友圈展示用途的照片跟视频也是足够的。测试当中呢，发现就是一些高亮物体边缘它会有一定的紫边效应包括它的照片的拍摄的这个数字我感觉是没有视频本身更优秀的。当然对于光通量这么小的摄像头，我们夜景就不做要求了。我觉得对于运动相机而言，拍摄它的防抖会是更刚性的需求我也放了好几段跑步时候拍摄的这种视频可以看一下实际的防抖效果。此外，它可以设置视频的时长为不限制这对于部分把它作为行车记录仪需求来说是特别高需的。而且我们也可以设置它每隔一定时间去播报一下它的拍摄状态，就知道这个设备是在正常录像的。包括它提示灯也是一直在慢闪的。我个人觉得如果这个用途视频保存的话，可以分段保存会比较合适我觉得太大的，比如说几个小时的话，可能就10几个 G 的文件的话，有点担心丢掉的问题那我们在视频调节的界面就直接给了3重视频编码的调节和存储的占用。拍摄的提示声也是可以更换的，默认是叮咚叮咚这样的，我们不太容易去判断是开始了还是结束了，所以它还贴心的给了直接中文语音的提示当然拍摄的时候就眉心的状态提示灯也是会慢闪的，不过这个提示灯位置需要眼睛要有一点斗鸡眼才可以看得清楚这个提示灯呢可以在设置页面进行关闭。之前决定 AI 眼镜它侧面镜腿宽度的很大的因素就是音腔的体积大小。这次 BrickUp 超引擎 AI 运动眼镜独特的将音腔给独立出来让定向音频出声孔更接近我们的耳朵孔，并且它左右各集成2个发声单元包括中高频的增益跟全频带的组合，就是让户外骑行的时候既能听清歌声也能听清对讲电话这种声音。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在默认均衡模式下正常骑行30码喇叭的入耳的音量情况。可以在设置页面对音效进行设置，不同的音效的音质包括它的调教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山上飘的雪，也走过长城边上小小吹过来的风。其中骑行模式相对均衡模式增加大概有1倍的音量，非常之夸张。我就再也不担心我们骑行的时候，甚至摩托车上我60、70码这个速度也是不用担心它听不清了。关键镜腿发声单元还是很巧妙，集成了物理按键功能。这个按键面积很大，手感也很干脆特别适合我们单指的操作，不用像其他 AI 眼镜必须双指去捏合镜腿以及寻找这种小按键的这种麻烦加上按键位置位于耳朵的前方这里我们去按压它的时候，眼睛依然是保持稳定的。除了左右两边的大按键，右侧镜腿还集成了触控区域手感就非常灵敏，控制音频的播放很方便。对于骑行的用户我们配备一个车把的蓝牙控制器，会是更有利于骑行安全性包括
减少我们骑行手套不方便触控操作的这些痛点啊。这个控制器我是通过魔术贴固定到车把上的，它一共设置了拍摄键、媒体控制键、对讲键、音量加减键啊。手把的蓝牙控制器上的状态灯，相对于眉心状态灯，我感觉更容易观察到。此外，眼镜还配备了5个正面麦克风啊，分别位于左侧镜腿的2个、鼻托的2个，以及右侧镜腿1个。麦克风可以通过开启分噪控制开关，实现降噪收人声，非降噪可以收环境声2个选项，可以对比感受一下，前者收的声音会略小一些啊。就适合我们在骑行的风噪比较大的时候，通话这些需求，而后者主要在步行登山的时候，可以录制更清晰的环境声音，所以可以按照自己需求去设置。我期待后续可以根据麦克风的收声、分噪这个大小来自动切换。那镜声的它的佩戴检测是位于镜腿内侧，目前支持未使用情况下，15分钟后它会自行关机。那在15分钟之内的话，我们重新佩戴，它就会马上进入正常工作了。那如果说关机了，我们就通过短按这个开机键就可以给它开机啊。那因为它是双芯片的设计嘛，蓝牙在开机后就很快就正常工作了，再进入一个连接 APP 的过程啊。整体开机的过程约30秒时间。进入待机状态的时候，你长按拍摄键也是可以拍摄的。那这个时候把它挂在胸口，可以拍个竖屏视频啊，也可以对着自己拍一个自拍内容。鼻托和分镜我们通过螺丝固定一体化。拆换分镜呢，必须通过拨动眉心，它有个弹性开关，把它给拆下来。拆下后呢，整个眼镜镜框真的很小巧，这个状态下重量它只有37.2克，甚至这个状态我也是可以直接佩戴使用的。我们用来 cos 阳睑还是不错的。它的电池是位于右侧镜腿前端，容量是260毫安时，镜腿后半段是磁吸充电口，磁吸力还不错，我们盲操作就是很准确方便的。眼镜的充电功率控制在 1.4 瓦，电量10%到99%，充电时长是1小时10分钟样子。电量达到90%之后，就进入0.6瓦的一个涓流充电。听歌续航是1个小时10%的耗电，连续听歌可以达到10个小时。拍摄续航基本在1个小时样子，低于10%的电量就不让继续拍摄了。对于骑行的重度拍摄用户或者行车记录仪的需求，我们可以配备官方的移动电源，它的容量是1600毫安时，可以给眼镜增加4倍的续航，使得连续拍摄时长达到了5个小时啊。受眼镜自身充电功率的控制啊，它充电功率保持在 1.4 瓦左右，但它给其他设备充电可以最高到 2.5 瓦。它有3C 认证，可以正常上飞机。外部给它充电的时候，它的充电功率可以达到 4.5 瓦，充满电时间为 1.6 个小时。安装位置呢，我们可以绑在骑行头盔的后面。这个时候呢，就不光简单的续航补充的用途啊，它还集成了安全尾灯的效果，开启灯效的时候也不会影响眼镜的充电。而对于登山跑步，则可以绑在我们的太阳帽啊，或者说直接绑在手臂上，以及夹在衣领上。此时呢，也同样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户外安全提示灯的用途。左侧镜腿前端是主板部分，它的 SOC 采用的是高通骁龙 W5 和恒玄2700的双芯片方案。这个方案就兼顾了我们拍摄的这种图像处理的需求，以及蓝牙听歌、通话这种长续航能力啊。BreakUp 超引擎 AI 运动眼镜需要搭配安卓或者 iOS 端的 BreakUp APP 使用。目前登录相同的账号的2端 APP 骑行数据是相通的，不过它们不能同时登录。它一共有4个栏目，第一页就是最近的运动数据，第2页是骑行记录以及对讲的功能界面，第3页是相册页面，最后一页就是设置页面。目前 AI 剪辑的作品会把路线图啊、关键参数啊以及高光时刻给它凑到一起啊。自动剪辑的时长只有9秒，背景音乐也只有1首，整体比较初级。当然，我们也可以手动在相册页面进行素材的选取啊、时长啊，包括背景音乐这些个性化的进阶的剪辑啊。骑行页面则是以记录骑行的 GPS 路线啊，包括设置单程目的地的导航和对讲功能。骑行时候展示的页面是固定的，就建议软件的骑行界面可以去自定义的能力啊。我个人还是想包括显示它的电量啊。那当然了，这个时候可以通过下拉通知栏是看到电量，包括此时呢我们也看不到眼镜的一些设置状态啊，比如说我们的拍摄角度啊、码率啊、横竖屏状态啊，此时也没有办法对眼镜进行设置啊，只能说是退出这个骑行状态，再进设置去设置啊。它的导航是单程的2点一线的导航，就没办法去添加途经点啊。因为我们大部分骑行其实是需要走环状路线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最起码就要设置2次导航了。
那运动数据就会分成2个部分了。目前解决方法呢，当然是你可以借助其他的导航软件，这边用自由路线的方式去记录啊。目前是没有针对跑步啊、登山这些运动的记录页啊。对讲功能是基于手机的网络进行的通讯，所以户外对讲稳定性很大程度上也是取决于手机连接基站的一些信号强度啊。而且我们开启对讲功能后，眼睛的播放功能它的音量就会很低啊，这也是为了减少我们每个人放歌对整个团队的对讲的干扰，以及更好的去收集我们的人声，并听清队友的讲话。相册需要连接眼镜的 WiFi 进行操作。目前我的 vivo 安卓手机端啊，包括跟眼镜的连接 WiFi 不是太流畅，系统提示是15到20秒的连接时间，而且我有一定几率会发生无法自动连接的问题啊，需要自己进手机的 WiFi 设置里面去手动连接啊。相对来说 iOS 下就连接传输就要顺畅很多啊，系统提示的时间也只要7.9秒，但是它会跳出一个对话框，需要我们自己去手动点击一下加入即可。连接之后整个传输过程速度不错，基本上我像15分钟的高码率视频传输了是1分半钟，峰值速率达到了65兆币每秒。相册呢可以通过全选之后，我们把它给下载到手机端，此时眼镜内就不存储这部分内容了。WiFi 开启后，它往往会默认开启着，此时我进入骑行界面，它会提醒我关闭 WiFi 开关啊，但在其他界面就不会主动的去关闭。那建议给一个 WiFi 的手动开关啊。在设置页面啊，可以添加更多的传感器设备。目前已经上线了心率啊、踏频跟功率计啊，后期还可以去连接码表，包括智能手表。我用的最多的就是心率计了，可以在运动的时候设置一个心率范围，特别有利于督促自己不要偷懒啊。当我运动强度低于某个设置心率的时候，眼睛里就会传出它的提醒啊，我就得增加运动强度了。此外，运动过程中它也会做一些提醒啊。我在城区运动的时候，最多的提醒就是买水点的提醒，这些都可以在设置里进行开关。我通过长时间的使用，感受到 Breakup 的超引擎 AI 运动眼镜啊，它的精准定位，它没有过多的去堆这种带显示的功能啊，主要是把运动场景最需要的拍摄啊、听歌啊、对讲的需求装进了接近普通运动分镜体型里，去搭配车把控制器以及1600毫安时的外置电池，长途骑行的记录啊、续航啊、操作安全都能兼顾到。它定向的双发声单元加上5阵列的麦克风，也解决了运动时听歌啊、通话这种割裂感，这些都是它作为运动搭档的加分项。目前 AI 剪辑的功能还比较初级啊，还有安卓端 APP 去 WiFi 连接，我偶发有一些卡顿问题啊。那骑行导航呢，也是不能加途经点，跑步登山呢缺少专属的记录页面这些软件问题。但整体来看，它确实戳中了我们运动人群的轻量化集成需求，就不用带运动相机、耳机、对讲机这种一堆设备啊，一副眼镜全搞定。我们第一视角的记录也很有分享价值啊。如果你的核心需求就是骑行啊、跑步啊、登山这些户外运动场景的便捷记录以及轻度交互啊，且更看重设备跟运动的这种适配度跟连贯性啊，那它值得一试的。总的来说，这是一款非常懂我们运动痛点的运动的分镜产品。那我今天对 Breakup 超引擎4合1 AI 运动眼镜的体验分享就到这里，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